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6号，大选过去呢已经3天，到了今天呢11月6号呢，大选统计的这个结果呢仍然没有出来。截止到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川普呢赢得了214张的选举人票，那么拜登呢暂时领先，拜登呢获得了253张选举人票。双方呢现在目前从已经统计的结果来看呢，都还没有达到270张选举人票。那么只不过在没有统计出来的各个州里面呢，现在呢拜登是领先的，也就是拜登都是领先川普，川普领先的州现在已经非常少，个别领先的州跟拜登之间的差距呢也在逐步的缩小。那么美国可以这样讲，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总统选举在选举大选日那天诞生不了总统的，这种情况呢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除了上次2000年就是小布什跟格尔他们之间有这么一个大选争执，最终呢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来定夺。那么基本上来讲，美国在历届这个总统大选的过程中，都是属于当天就可以开出这个竞选人，也就是当天我们就知道谁最终当选了。那么川普总统这一次这个竞选这个2020年大选呢，他是扑朔迷离的，到现在3天下来以后，目前来讲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选举人票，就达到270张选举人票。那么这个统计结果呢仍然在进行，在这个统计过程中呢，各种舞弊的这个票呢已经不断的被揭出。很多人呢是不愿意承认，说是美国这样的大选哪来舞弊呢？哪来集体舞弊呢？这种有没有舞弊呢？不是凭我们嘴巴上去讲，或者我们随意判断，而是有大量的事实存在的。乔治亚州选举官员刚刚就说，他们有最少8900张军人的选票呢，马上要送到。当然了，这些军人选票，他们是因为在当地投票以后，然后用飞机把它运送到美国来，他们投票的时间肯定是在11月3号之前，也就是他们这些投递票肯定是有效票，因为美国的军人驻扎在海外嘛，他们的投票只可能是通过他们投好以后，由军队的专机把它运送到美国来。那么至于是不是能够在大选日之前运到，这个就不一定，只要他们投票的时间是在美国规定的大选日之前投下的，这些票呢肯定是有效的。也就是这8900张选票马上要被计入，它肯定是有效票。目前在乔治亚州呢，拜登呢是暂时领先1098张票，也就是这些军人票选票被计入之后，那么他们这个结果呢就有可能改写，因为大家都知道驻外的军人呢绝大部分是会投票川普的，因为川普总统的让美国军人回家呢是深得民心深得军心的，因此呢这些票会被计入。而乔治亚州的州务卿他有宣布，由于本州的选票现在他这个非常接近，他这个比例非常接近在1%之内嘛，所以说他宣布这个州的选票呢会重新清点重新计入。那么这样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事，就是当这个选票非常接近，或者是这个选票有作弊的嫌疑的话呢，是应当呢重新计票的。重新计票一点都不难嘛。如果是这个州有争议，比方说民主党认为有争议，那么你民主党的人就来监督所有共和党投的票，也就是共和党的选票是否符合这个美国宪法规定，是美国公民是在11月3号之前真实表达的选票，这张选票绝对是真实的票。那么民主党来监督了这张选票，认为合格了，这张选票肯定是有效的计票。我认为就是应当互相监督嘛。那么同样都是共和党提出异议的州，那么也就是民主党所有民主党选民投的这个选票，应当由共和党的监票员对每一张选票进行鉴别，也就是证明这张票首先是本人真实投票的结果，其次这个人应当符合美国选民，他本人是美国公民，同时呢他本人应当是在11月3号大选投票截止之前投下的选票，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来讲是肯定是有效的。所以说呢，我认为互相监督呢才不会出问题。美国并不在乎一次大选选出谁当总统，美国需要一个公平的选举，需要这个公平选举，也就是要公平透明，让每一张有效选票都可以计入，美国人民会通过他们的选票来选择他们想当选的总统。I was in Pontiac at Baldwin House as a poll observer, and when I came out, a man from UAW approached me and gave me this sample ballot to vote for all the Democrats, and he gave me $5 and told me to go and vote for Biden. I have earned the right to vote in this country, and I'm hoping that everyone, including the Democrats, will vote honestly and without cheating.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在乎谁最终被美国人民选举成为了美国的总统，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公平透明的这个选举。
而这个公平透明的选举，本次大选到目前来讲，我们显然是没有看到。在宾夕法尼亚州，它的一个垃圾场里面就发现了大量的军队选票，这些军队的选票绝大部分都是投川普的。那么，请问这些选票的出现是谁导致的呢？谁有那么大的这个胆子，把那么多军队的选票敢把它扔到垃圾箱里面去呢？所以这种现象的出现，你认为本次大选没有舞弊吗？在密歇根州有这么一个电视采访，也就是方菲采访的这么一个华人监票员，他本人就揭露了底特律大区晚上正常出票只可能是7000张，但是他们就宣布了5万张，也就是他们正常工作量的7倍多。这种现象显然就是不正常，并且有一辆卡车在凌晨4点多钟，也就是到了11月4号凌晨的4点多钟，还送来了好几万张选票。这个卡车显然是被记下号码的。那么这一车已经超过了选举投票日期之后送来的选票，它能是有效的票吗？并且民主党执政的州长，他不允许共和党监票员进入现场监票，把所有的玻璃都用白板挡起来。你挡起来干什么？你不作弊，你要挡起来干什么？共和党的监票员进不去了。后来他们还开始拿白板把那个玻璃挡住，是吗？是的，是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挡一下 ，Independent 也进不去。甚至有些记者也进不去。监票员依据密西根州法律要求重回计票中心，却被以防疫理由拒绝，计票大厅进不去。后来连整栋建筑物都进不去。他以什么理由不让你进去呢？很简单啊，叫 COVID capacity。实际上里面人并不多，我们昨天晚上人绝对比那多。密州法律规定，11月3号后的邮寄选票不算数。4日凌晨4点多来了一卡车，说是最后一批。一名华人志工现场记录了车牌。后来到那时候到了大概快4点的时候，又来了一个truck。当时呢，据说是拿下来一共38000张选票，说是最后一批了，因为他 clerk's office 先要对这个对签名嘛，对吧？不止开票速度很可疑 ，Gary 再怎么算都凑不出5万张。更让他诧异的是，回到家上午6点多一看数据，拜登在密西根最大的民主党大本营韦恩郡领先票数竟从6、7万激增到20多万，大幅抵消了川普在密州的领先幅度。威斯康星州4号凌晨3点多，大约47分钟内突然清出了19万张选票，其中超过15万是给拜登，但计票总数却只增加1%，比对人口数应该是3万多，落差巨大。为什么共和党的监票员不可以进入现场呢？他们以 COVID-19 来做借口，这简直是胡扯。那么你民主党的党员，民主党那么多计票人员，你们在那个里面，你们就不怕 COVID-19 吗？你们就不怕染上新冠疫情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选作弊的这个现象处处可见。因此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选举，我们并不在乎谁最终当选总统，谁当选总统都是美国人民的意志。当美国人民多数都选举了某一位总统，他当选了以后，那我们显然都会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的。但是目前情况下你没有看到啊，而且很多现象很奇怪啊。你看共和党他是保住了他参议院所有的席位，参议院的席位没有丢啊。而且共和党有史以来首次在众议院不但在选举中一席未丢，还增加了7票，也就是说共和党他在众议院在参议院都是获得了胜利了。那么很简单，共和党的选民既然能把参议员把众议员全部选进参议院，全部选进众议院，而且保持继续的领先，或者是增加了众议院的这个席位，难道这些人会不投川普总统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现在这个比分突然落后，突然有大量的邮寄选票，一下子大面积的超过川普总统，你觉得正常吗？共和党从他2院议员选举，你就可以看出共和党的席位是非常稳固的。那么既然共和党2院的席位那么稳固，为什么总统选举就那么不稳固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共和党参议员他所有的议员集体发表了这个声明，这个声明非常重要。这个声明就是今天发出的，他们一致坚定地支持川普总统，表示要追求一个美国公平的选举，必须把本年度的大选把它做到公开透明，让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都可以记录。那么可以这样讲，参议院所有共和党的议员，他们发表的这个声明意义是重大的，至少是代表参议院所有的议员，他们是坚持共和党支持川普总统的立场的。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参议员都是人民选举的，参议员是6年1任，尤其是今年新当选的参议员，毫无疑问来讲是人民对他们寄予了厚望。那么所有的参议员，他们表达支持总统，绝不仅仅是代表他们个人，更代表他们自己的选民，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代表他们那个州的选民嘛。美国一个州最多能出2个参议员嘛，很多参议员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都在顶川普总统，患难才见真情。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叫格林瑞姆，
格林雷姆这个人过去我对他了解不多，但是在这次巴雷特大法官在确认的过程中，参议院这个多数党的领袖麦康奈尔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林汉姆，他们两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个人坚决捍卫了美国的宪法，坚决捍卫了共和党的利益，坚决捍卫了美国回归传统价值观的利益。所以说，麦康奈尔尽管他是赵小兰的丈夫，我对他这个家族通共，对他这个家族有可能跟中共勾兑，我有过很多的批评。但是在这次巴雷特大法官确认这个立场上，在维护美国传统价值观的立场上，支持川普总统的立场上，可以讲麦康奈尔表现的是非常出色的。格林汉姆也是这样。格林汉姆身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可以讲多少人指责他，但是他力排众议，坚持美国宪法的程序，保证美国宪法交给参议院，每一个参议员他们应该履行的职责和程序，格林雷姆都做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格林雷姆被他的选民再次选举，再次当选参议员，就说明人民对他成绩的肯定。那么格林雷姆在他自己被人民选举获得连任参议员之后，他宣布自己个人捐助50万美元给川普保护法治基金会，帮助川普在几大摇摆州发起各种法律诉讼。他还指责费城的选举像蛇一样的奸诈狡猾。可以讲，格林雷姆的这个转变你就可以看出，川普总统到白宫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民主党肯定都是反对他的，而共和党的大佬也很少有人支持他。很多共和党的那些大佬和参议员对川普总统都是半信半疑的。格林雷姆就是这么一个人嘛。格林雷姆一直是川普的坚决反对者，他的反对的态度是相当积极的。但是川普上任以后，川普4年不到的任期，川普的所作所为，川普的一诺千金，川普的说到做到，就让格林雷姆完全感觉到川普这个人是个办实事的人，川普是一个给美国带来光明的人，所以他后来成为川普的铁杆支持者。这个例子很多啊，无论是卢比奥参议员还是蓬佩奥国务卿，他们过去都反对川普啊，但是他们现在都是川普的铁杆支持者，这是因为川普用行动征服了这些人。所以说支持川普绝不是看川普嘴巴上说的，而关键是看川普他行动上怎么做的。川普第一个任期这4年，他付出了大量的事实来兑现他自己向美国人民许下的承诺，可以说基本上川普总统许下的承诺他基本上全部兑现了。但是到今天，川普总统的选情出现大面积的下滑。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种人山人海支持川普总统的那种现象，现在在选票上没有体现出来呢？为什么那么多躲在地下室的拜登的选举者，拜登到每一个现场选举之后几乎看不到人，现在突然拜登出现了7000多万张选票呢？你非常非常难以费解啊！这个都是美国人民的选择吗？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不否认，可以这样讲，拜登现在所拿到的7000多万张的选票，你要说这个里面都是作假，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作假能有个1000万张，能有个几百万张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拜登现在拥有的这个将近7000万张的选票，肯定是美国人民的选择。那么美国人民为什么要选择拜登呢？这就说明什么？美国现在在腐烂，美国在堕落，美国的人民他们已经放弃他们要追求的过去的那个传统价值观，美国人民就愿意堕落，你有什么办法呢？奥巴马也是美国人民选举的吗？奥巴马执政的8年，把美国毁灭到什么地步啊？就是奥巴马毁灭成这样，仍然有那么多人支持民主党，嫌奥巴马毁到还不够，现在让拜登和贺锦丽现在来接上。因为奥巴马执政时候，可以讲光非法移民的问题，奥巴马积极支持，而且引进了几百万的叙利亚的非法移民。这些人给美国埋下了多少炸弹，我们现在还不好说。很多炸弹是日后爆炸的，就像激进的伊斯兰分子在法国不断的杀人，在法国不断的斩首那些天主教徒之后，法国人惊呼：“哎呦，这个伊斯兰我们引进错了！”到了今天，你感觉到引进错了，已经迟了。那么美国同样是这样，有那么多美国人愿意选择拜登，毫无疑问来讲，这些人大部分人是不喜欢川普。那么你不喜欢川普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多样，认为这个川普不够纯洁，川普嘴巴大，川普很多做的事他不满意。我想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都十分满意。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如果你对川普满意，如果你认为这个水不纯洁，这个水不够干净，这个水受到污染了，那是不是就是你选择喝料的理由呢？也就是川普虽然不好，但是不是你就应该选择拜登呢？拜登一个47年鬼混在政坛，没有做过一件正事的人，8年的副总统，你看他做过哪件实事呢？他为美国人民做过哪件事呢？他自己的儿子亨特·拜登如此的腐败，跟中国、跟乌克兰、跟罗马尼亚、跟俄罗斯那么多腐败劣迹斑斑的事实放在面前，你真的看不到吗？那么就算拜登的腐败你不管，你说拜登他儿子的腐败可能跟拜登没关系，跟拜登有没有关系不由我们来说，这个最终由美国的司法来调查。但是拜登的竞选口号你看得到啊，
拜登说上台就给你们加税，你们美国人民会拥护一个上台就让你们多交钱、上台就加你们税的领导人吗？拜登说他一上台以后就恢复很多国际组织，包括巴黎气候协定，包括已经退出的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他说他都会恢复，包括被中国已经把控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拜登他说他也要恢复。也就是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完全是中国把控的，打着人权的旗号，然后去镇压人权的。也就是拜登他要跟中共沆瀣一气嘛，他以后所有的事情他都交给国际组织来处理。实际上全球的国际组织都是看美国，美国强硬了，这些国际组织才会强硬。而且绝大多数的国际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掌控，美国是愤而退出很多被中共掌控以后完全违背这个国际组织当初成立它的初衷的这些组织，包括世卫组织嘛。拜登说他马上要加入，拜登加入的目的是什么？拜登这个人是不会治理国政的，国家的任何事他把它交给国际组织去扯皮，这样他就可以糊弄选民了。也就是任何重大事情他都是由国际组织办，我们已经跟他去说了，然后拜登要做任何事他就说要跟他的盟国跟世界上各个盟国去商量。你觉得美国的盟国有哪个盟国跟中共没有关系吗？你美国跟那些盟国商量，盟国跟你商量，在4年之内，在你的任期之内会跟你商量出一个结果吗？全世界的国家都看到美国，美国实力最大，美国打击中国了，盟国才会跟上。如果你美国是跟盟国商量，那盟国就跟你慢慢商量了，而中共不会等你们商量，中共该扩散扩散，该渗透渗透，该对你美国进行打击进行打击，该偷你的知识产权偷你的知识产权，该派出间谍派出间谍，最后中共就腐烂了你美国。等到你美国的意识形态全部毁坏以后，这时候谁再来接任都积重难返了。这就是很简单嘛。拜登上台只会毁坏美国吗？拜登他曾经的8年跟中共做过什么事呢？他说他跟中共就是要求中共按照国际规则办。他当了8年副总统，你看看中共按照什么国际规则办过？办过一件嘛？中共就说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而拜登也就是我说我的，中共做他的，做到美国被毁灭了以后，拜登两手一摊，跟他讲交给国际组织去协调。所以说，拜登如果上台，可以这样讲，美国毁灭就在开始。拜登到今天都说俄罗斯是最主要的敌人，中共不过是美国的竞争伙伴。今天美国究竟摆在美国面前的敌人是俄罗斯还是中共？谁看不清吗？俄罗斯对美国有什么敌害？俄罗斯对美国的敌害在哪里？俄罗斯成为美国敌人的理由在哪里？而中共这么多年来对美国渗透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什么都不讲，我们就讲今年2020年这个新冠疫情对美国造成的这个伤害，这个伤害是明摆着的。你认为中共还不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有那么多美国人民支持拜登的国际政策。那么有人说拜登的国内政策好，拜登的国内政策好在哪里？拜登现在要通过的就是取消警察的经费，把大量的警察经费拨到什么社会治疗和服务，也就是把罪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然后给社区里面增加费用以后，然后去辅导和教育那些吸毒的犯人。你觉得这一套对美国有效吗？拜登的政策就是鼓励犯罪，释放罪犯，12岁的女童性交合法化，变性合法化，非法移民合法化。拜登如此的政策能得到美国那么多人民去选择，能有6、7千万张票去投他，那也就是美国人民自甘堕落。如果人民自甘堕落，上帝都救不了你，就这么简单。目前来讲，这个开票里面出现的这个漏洞和出现里面的造假越来越多，而且是高科技造假，也就是有一种软件，在密歇根州，他这个书记员他当作新闻发布会上面，他公开了这个秘密，就是在密歇根州47个投票站都装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是什么？这个软件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票，你投拜登的输进去仍然是拜登得票，你写川普的，你输进去以后，川普的也记录是拜登的票，也就是大量的这个选票只要是投川普的，输到这个软件里面仍然是变成是拜登的得票。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密歇根州看到川普总统他本来大幅领先的这个优势，一觉睡醒，密歇根州居然有30多万的领先已经没有了，反而拜登还反超16000。你觉得这个正常吗？也就是所有的选票都是投拜登的，而且进来几十万张啊，这个现实吗？实际上就是这个软件在做手脚，这个软件把所有投川普的票通通什么，等到你这个票输进去，即使写的是川普，但他认出来读出来还是拜登，计票仍然记到拜登的头上了。 If all this wasn't enough, in Antrim County, ballots were counted for Democrats that were meant for Republicans, causing a 6,000 vote swing against our candidates. The county clerk came forward and said tabulating software glitched and caused a miscalculation of the votes. Since then,
we have now discovered that 47 counties use this same software in the same capacity. Antrim County had to hand count all of the ballots, and these counties that use this software need to closely examine their results for similar discrepancies. The people of Michigan deserve a transparent and open process. 目前来讲，这是密西根州的这个书记员，他本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公布了这个软件，告诉了大家这个软件里面他所做的手脚。谁装的这个软件？哪一个高科技公司设计的这个软件？这个软件为什么要装到投票站里面？他要把川普的这个投票改成拜登的。你看看那么多作弊，有把拜登的选票改成川普的吗？有帮助川普作弊的吗？没有啊。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共和党是不能忍受的。为什么川普总统的儿子叫小川普？他发表一个声明时候，所有的共和党的那些支持者都在热烈的鼓掌。I think the number one thing that Donald Trump can do in this election is fight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se battles to the death, so that we get full transparency in the process. And everyone on the Democrat side should welcome this, unless they're actually cheating. Because if they're winning these things fair and square, then everyone would love to know that, because me as an American, I'd like to know that, because I've lost all faith in the process. I think the Democrats are used to this from a Republican Party that hasn't had a backbone. You're not going to see that this time around. That party is gone, and anyone that doesn't fight like that should go with it. So we're going to be watching this nonsense, because everyone knows what's going on. Everyone understands it. And the media, who, let's not kid ourselves, have given up the pretense of objectivity to be cheerleaders for the left, they're going to go nuts. But Donald Trump is going to fight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se things so we have a fair election, regardless of that outcome. Americans need to know that this is not a banana republic. 就是共和党过去太老实，什么都是按照制度办。共和党大家都知道是个保守的党派，有什么事情都是跟你按照制度办，按照法律办。如果你违法了，要有法律来制裁你，这是共和党一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民主党呢，民主党是暴力革命派，他直接就是采取我们认为这个不行，这个秩序就要打破。民主党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造假的事情都发生了，那么多都来了，很多人否认有造假。难道密西根州这个公开新闻发布会的这个书记员，他宣读的这个软件造假，软件你们做手脚是假的吗？他讲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吗？那么这个软件是谁制造的？那么在这个大选中，在密西根州有这么一个软件，那么全国要有多少这种软件啊？所以说本次大选目前计票虽然还没有全部出结果，但是这个作弊和软件造假的事情已经不断地被揭露出来了。这么多的揭露摆在面前，还有很多人不承认，还有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很伟大，不可能有人造假。那么现在这个造假是怎么发生的？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无法抵御人心的败坏啊！特别是当媒体一边倒抹黑川普的时候，很多人内心是充满了对川普的仇恨的。他们作弊和他们造假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在捍卫正义啊！这就是美国的堕落，这就是为什么有6、7千万人，他们明知道拜登会把美国搞得一团糟，但是他们恨川普。因为他们内心的仇恨就导致了他们恨川普，他们嫌这个川普这个水不干净，川普这个水不纯洁，他们就是选择喝尿，他们认为选择拜登选择贺锦丽，哪怕喝尿他们也愿意承受喝尿的痛苦，这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选择。所以目前这个选情情况下，川普还很难去表达他自己愤怒的立场，因为川普写一个推特都被推特公司封了哇！很多人指责川普专制，川普真要是专制的话，川普还需要自己去写推特啊？全国的媒体不都得听川普的？因为媒体对川普的集体抹黑，所以川普是百口难辩，他只能靠发个推特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推特公司都封了他的口，以至于川普都在推特上发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能不能让我说话？现在变成了连总统说话都不可以啊！美国的自由在哪里呀？川普这个人，当然反对他的人很多，是因为跟川普的行事风格一样，川普经常会说一些大话。那么很多人都说川普说的话不好听，但是你看川普做的事呢？中东和平是川普缔造的哇！现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构成和平协议，这是川普一手促成的哇！媒体报道过吗？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媒体去报道。
川普从中东撤军，川普从很多欧洲和亚洲战场上撤回了大量的美军，让美国军人和家人团聚。这个给美国军人家庭带来那么多欢乐的事情，媒体报道过吗？他们没有报道。川普给中共加税，把中共打得七窍生烟。川普对中国在高科技产品上限制，对中国所有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给予阻绝。这个媒体报道过吗？你们认可这是川普做的贡献吗？在奥巴马当政的时候，当时三方天天威胁着要制造核武器，要制造导弹，要动不动核武试验，对美国张牙舞爪。川普上任以后，川普跟金正恩有过2次谈判，虽然现在金正恩没有做到完全弃核武，但是金正恩再也不张牙舞爪，再也不鬼喊鬼叫了，这是不是事实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做的贡献你们看到了吗？川普提振了美国的经济，在整个中国新冠疫情到来美国之前，川普创造的经济是全美国几十年来最好，是就业率最大，是失业率最低。川普创造的股市是奥巴马的几倍，所有的富豪们在川普手上都赚了钱。你没看到川普的成绩吗？绝大部分美国的工薪阶层全部获得了减税，你们的钱包里面都增加了收入，这不都是川普做的成绩吗？你们看到了吗？你们只看到川普说的大话，什么川普他讲第3个任期也不错，川普这个人就要搞终身制，川普搞终身制搞得了吗？他说他要第3个任期，美国人民会同意给他第3个任期吗？美国的宪法会给他第3个任期吗？所以你不要看川普怎么说嘛，你关键要看川普怎么做嘛。川普所做的事是不是在制造美国的再次伟大？是不是为美国的发展，为美国的人民在呕心沥血哇？到了这个时候，第一夫人已经非常紧张啊！第一夫人已经说过，她不考虑川普当不当总统啊，她要老公啊！她现在怕川普的安全啊，因为有人搞不过川普，选不过川普就要动川普的手啊！她甚至担心她丈夫的生命啊！所以第一夫人现在就强调，我不要总统，我要丈夫，我要我丈夫的安全。所以说，你应该理解第一夫人的心，也就是说，川普总统他现在想除掉他的人有的是，如果从选票上不能打倒他，可能有人就会动川普总统的手。但是美国的正义是存在的，美国多名参议员和众议员他们都联合发声，有的人是在自己推特上发声，有的人是发表声明，他们要求美国人必须享有公正透明的选举，必须明确的计算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那种不是选举年龄的，没有达到成年人标准的，或者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他们是不可以制造他们的假票的。尤其那些非法选民，当他们不是美国公民时候，他们绝对没有投票资格。而且，即使你是美国公民，你投票的时间也应当在11月3号，你的州所规定的投票时间截止前，你要把这个票准确的投出。任何违反美国宪法的选票都不可以记录。我认为，在任何一个有争议的州，这个州哪个党派提出争议，就应当由这个提出争议的党派来监督这个州里面所有的选票重新记录。那么最终，当提出争议的这个党派无话可说的时候，那么这个州的选票就应当被合法记录。而民主党不是这样想啊，民主党要提出计算出所有的选票，这些选票不管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包括那些没有邮戳，包括那些超过截止时间收到的选票，民主党全部要求记录，这是公然违反美国宪法。而美国所有的媒体都视而不见，美国媒体的堕落才是真正人心的堕落。当媒体已经全部选择以真乱假，当媒体开始真假不分，当媒体开始以假乱真的时候，那么美国它堕落的就很快。所以说，美国人民最后拥有保卫自由的只有枪了。当媒体完全堕落之后，美国人民只有用枪来保卫他们的自由。目前来讲，美国有很多城市，民主党控制的城市，包括像费城啊，包括底特律啊，都不让共和党的监票员可以提出监督。所以说，参议员克鲁兹他直接就大声的发问：民主党的市长，为什么你们敢无视法律？凭什么不让共和党的监票员监督你整个计票的过程？所以在目前情况下，虽然美国的选举还没有完全结束，选票还没有最终计算出它最终选举的结果，这个结果即使是计算出来，也会争议很大，因为现在作弊造假的选票太多，尤其是经不起监督的选票太多。所以说到了最后，有争议的州就应当重新点票，如果这个点票仍然有争议，这个争议就会交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由9个大法官最终定夺。因此，民主党如果希望通过作弊来窃取本次大选选举的成果，是不可能得逞的。我相信美国有现成的司法制度，美国的民主能够保证美国的大选，它能够按照公开透明，能够符合美国人民心愿，最终得到一个合法的结果。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